干什么？我早想把这破东西扔了。一天到晚就知道摆弄你那破花，客厅本来就小，放个儿子的电脑桌都爱吃。苏维谦，那花我养了40年，还拿过金奖。呸！你个老废物，都退休了还不知道省点钱，净买这些没用的东西给一盆破花治病。我看你才是有病的，一点不懂为小辈着想。40年了，我以为守的是家，其实守的是个笑话。干嘛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日子就别过了吧，把字儿签了。方静之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分居，你要跟我分居，你也不看看你多大岁数了，闹分居丢脸的可是你自己。你长本事了，竟然拿钱去给自己买零嘴了，都老不死了，还花这种冤枉钱，是想干什么？那是我自己的工资。你要是那么闲不住，每天20块的零用钱也别要了，我全留给永成和小芳。作为老娘，连儿子都不帮衬帮衬，下去了也会被祖宗围着骂的。这40年，苏维谦生意失败后就再没工作过，是我一个女人撑起这个家，供儿子读到研究生，每天只求他给我20块买菜。现在这样的日子，我再也不想过了。我已经签好字了，房子和存款我们1人1半。好，方静之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家快来看啊，他要为了一盆破花跟我分居，你说他是不是认识了哪个老男人，所以才要分的？不是因为外面有人，能这么发疯？静之啊，老夫老妻了，还闹什么分居啊？老苏把家里收拾得多好，儿子也出息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也太任性了！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了这是？怎么都在咱家门口？儿子，你妈她疯了，她要和我分居。你爸今天把我的桂花扔了，那盆花陪了我40几年，他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妈，就为了那盆破花，不就是一盆破花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我爸任劳任怨伺候你那么多年，你怎么能为了一盆花闹到要分居的地步？多大点事儿？那是我40年的心血，是我晚年唯一的寄托。妈，其实我早就看那盆花不顺眼，客厅本来就小，以后孩子生了，婴儿车都没地方放。再说你现在退休了，就剩那点养老金，养活自己都成问题，还想养花，这不是自私吗？以后孙子不花钱啊？自私！当初为了给苏永成凑那30万彩礼，我低三下四去借钱，到现在还在用我的工资还债。这1年来，他们2口子的生活费哪一分不是我贴补？妈，你就给爸道个歉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爸这些年为了这家付出了多少。真丢人！知道丢人，早干嘛去了？方静之，我警告你，以后再让我发现你乱花1分钱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再说一次分居，房子和存款1人1半。方静之，你敢走一个试试看？妈，你冷静一下，别那么幼稚行吗？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买一盆新的总可以了吧？你别因为自己的脾气，害得家都散了。小芳怀孕了，你忍心让孩子一出生就被人笑话，说她有一对分居的爷爷奶奶吗？我就说吧，你妈精着呢，她就是不想把养老金补贴给我们。苏永成，我告诉你，今年要么把这破房子过户给我，要么重新买房，不然我就把孩子打掉。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分居，你要是再犟下去，就别怪我了。那正好，如你所愿。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家，而是一个永远不含泪的提款机。您的账户到账，养老金7000元。养老金到账前3分钟，钱就被取走了。你好，我想查一下这张卡的交易记录。好的，您看，这是最近的一笔取款记录。苏维谦，原来是你！帮我办理注销，更换养老金发放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苏维谦，你以为捏着这张卡，我就会跪着回去求你？做梦！方阿姨，我了解了，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提起诉讼。您放心，这个官司我可以帮您打，我有信心帮您争取到应有的权益。谢谢你，周怀。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人愿意听我说话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送你回去。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你们也早些回去吧。我就说你不对劲儿，方静之，你个老不要脸的，60岁了还在外面搞这一套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，他不就是你的老小三吗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当年出差大半年，就是在外面生的私生子吧？要不是被我发现了，你是不是还打算瞒一辈子？我要直播，让大家看看这对不要脸的老东西！家人们快看，这就是想抢我们房子的狐狸精儿子，一副穷酸样！妈，你这样做对得起这个家吗？赶紧把钱吐出来！住嘴！人家是我的老同事。哥，你误会我了，误会。依我看，这小区的房子也是我老婆花钱给你买的吧？今天不把东西还回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干
干什么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辱骂我的丈夫和儿子？哈哈哈，你哪位啊？开个破车在这里逞英雄，我们的家事你少管，不然连你一块打。我是周明德的妻子，周怀的母亲。你们在这里当众辱骂、污蔑我的家人，这不是家事，是寻衅滋事。妻子又怎么样？开个几万块的破车也敢来管我们苏家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识相点，赶紧走，不然我连你一起收拾。家人们快看啊！这老太婆开个破车装腔作势，她就是那个老小三的帮凶。老苏，别闹了，这真的是我老同事周明德，我们是来谈分居协议的。老同事，大晚上私会的老同事，方静之，你当我是傻子？这些年你偷偷给他塞了多少钱？是不是连这套房子都是你用我的钱给他买的？老苏，你误会了，静之以前帮过我不少忙，今天只是找我儿子咨询法律问题。咨询需要躲到家里去，我看你们就是在私会。今天要是不把私相收受的钱吐出来，这事儿没完。苏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如果你继续污蔑我父母的名誉，我将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家人们快看，他们还拿法律吓唬人，做了亏心事还这么嚣张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会变成这样？我只是想分个居，怎么会连累周大哥一家被这样羞辱？既然你说这是误会，那总得拿出点诚意来赔偿我们吧。我们平白无故被人污蔑成这样，精神损失费总得给吧？你想要什么赔偿？第一，你老公住的这套房子必须转到我老公苏永成的名下，这是给我们的精神补偿。第二，赔偿我们100万现金，这事儿就算了。第三，这台破车也得留给我们代步车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闹到你老公公司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对，就这么办，不然我们天天去你家闹，让你们不得安宁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光脚都不怕穿鞋的。你们这是明抢，这个数额的后果已经不是你们能承担的了。我现在就可以报警，到时候就不是谈条件这么简单了。刘小芳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人家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这么敲诈人家？过分！方静之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要不是你在外面偷人，我们能在这里受这个气吗？你还帮着外人说话，你对得起我们苏家吗？妈，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他们骗了你的钱，我们帮你要回来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看你就是被这个老男人迷昏了头，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们的要求我一个都不会答应。既然你们觉得自己占理，那我们就等警察来评评理。警察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如果不答应要求，我就把你这台破车砸了。永成，别冲动，砸车是犯法的，你会坐牢的。犯法？他敲诈我们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犯法？方静之，你别在这里假好心，我看你就是心疼他的破车。怎么样？怕了吧？这只是个警告，你要是再不答应，我就把这车砸成废铁。砸得好，儿子，给我使劲砸，大不了赔他几百块钱，这点钱我们还是有的。喂，我是顾佩文，有人寻衅滋事，故意损坏个人财产，请你们派人过来处理。你刚砸的价值100多万，损坏个人财产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100多万？你骗谁呢？就这破车，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就是，要是公司老总能住这种老破小，能开这种几万块的破车，你别在这里吹牛了。完了，那种车型，苏家这次真的闯大祸了。苏永成，我劝你现在赶紧道歉，或许还能从轻处理。等会儿人来了，你想后悔都来不及。后悔？我苏永成做事从来不会后悔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顾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有人寻衅滋事，辱骂我的家人，还砸坏了我的车。先把群众疏散，避免意外。大家请让一让，这里正在处理公务，请不要围观，谢谢配合。你们是谁啊？这是家事，不用你们管，赶紧走开，不然连你们一起打。家人们快看，他们还叫了打手，没王法了！大家快录屏发到网上去，曝光他们的真面目。女士，这里不允许拍摄，请立刻关掉手机。凭什么不让拍？心虚了是不是？我今天非拍不可！你干什么？别碰我手机，再碰我就要喊非礼了！你敢碰我老婆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让他拍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拍出什么花样来。家人们看到了吧？他们不敢拦了，就是心虚。大家快转发，让更多人看清这帮人的丑恶嘴脸。你现在有多得意，等会儿就会有。家人们，大
大家看清楚这几个人的脸，他们仗势欺人，还找打手。等等，这女的是不是顾佩文？我昨天在新闻看到她了。我操，真的是疯了吧？这一家子敢当众砸车！你们都是水军，是那个老小三雇来的，别胡说八道。他要是公司老总能住这种老破小，我才不信。怎么了，小芳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怕什么？咱们站着理呢。儿子，别听那些网友瞎喷。永成，他真的是公司老总。现在才开始怕，晚了。董事长，小芳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我没开玩笑，你自己看，网上全是他的照片，他真的是顾佩文。永成，怎么了？什么董事长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真的是董事长，我们闯大祸了。不可能，董事长怎么会住这种老破小？怎么会这么朴素？一定是搞错了。全完了，我会坐牢的，我一定会坐牢的。怕什么？不知者无罪。大不了我们给他赔礼道歉，再赔他修车的钱就是了。赔？那款车型配件都是定制的，修一下得多少钱？我们哪儿赔得起？而且我们还污蔑他和家人，他要是追究，我们死定了。都怪你，苏永成，要不是你非要砸车，能闹成这样吗？怪我？要不是你非要开直播要房子要钱，能闹到这一步吗？都怪你！都怪你！别吵了！都怪你们这！别吵了！我放下手。顾总，都是误会，这都是家务事闹的。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刚才你们嚣张跋扈、污蔑、敲诈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小周律师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顾总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帮我们跟顾总说说情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饶了你们？我刚才提醒过，你们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，现在求饶，晚了。第一，公然捏造事实，污蔑我父母名誉，构成诽谤罪；第二，强行索要100万现金和房产，构成敲诈勒索罪；第三，故意损坏个人财产，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。直播完整记录了你们的言行，上千网友作证，监控拍下了砸车全过程，这些铁证你们抵赖不了。根据法律，数罪并罚，至少判3年以上10年以下。顾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污蔑敲诈，您饶了我吧！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，我不能坐牢啊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时糊涂砸了车。你要罚就罚我，别连累我爸和小芳。我工作马上要转正了，我不能留案底啊！刚才你们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。顾总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啊！您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就别跟我们这普通人一般见识了。一家人，我可不认识你们这样的家人。是，我口误。顾总，我们真的是一时糊涂，误会了方静之和老周的关系。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说话没轻没重的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现在知道自己是普通老百姓了，刚才骂人的时候，他可比谁都像土皇帝。误会？如果只是误会，你为什么要当众辱骂我的丈夫和儿子，说他们是奸夫淫妇、野种？如果只是误会，你为什么要敲诈我们100万现金和1套房子？如果只是误会，苏永成为什么要砸我的车？那不是因为我们太生气了吗？方静之突然要跟我分居，我一时接受不了，才会胡思乱想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污蔑你们的。至于砸车的事儿，那都是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一时冲动才做的。您放心，修车的钱我们一定赔，多少我们都赔。只求您高抬贵手，不要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了。不是你说赔就能赔的，而且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不是赔点钱就能了事儿的。顾总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们都已经知道错了，也愿意赔偿，您就不能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？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要是我们都坐牢了，这个家就散了呀！家散了？当初你们当着那么多邻居的面辱骂我，毁了我养了40年的桂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个家会散？当初你们拿着我的养老金，
挥霍无度，还骂我是老废物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个家会散？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吧，你跟顾总说说情，让他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这就是我养了30年的儿子，几十年来从没跪过我一次，如今为了脱身，竟也能跪得这么快。妈，我不能坐牢啊！再过2个月我就要转正了，要是留下案底，会被公司开除的。妈，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，再也不反对你养花了。静之，看在我们夫妻40年的情分上，要是永成坐牢了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你个老废物，都退休了还不知道省点钱。那盆花陪了我40几年，他怎么能说扔就扔呢？妈，就为了那盆破花？妈，我帮不了你，这是你自己闯的祸，你应该自己承担后果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！正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才更应该让你知道，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。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都是你的错！要不是你非要开什么直播，非要狮子大开口要房子要钱，我们能闹成这样吗？现在好了，我们都要坐牢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凭什么怪我？当初是谁非要跟踪方静之的？是谁先把周明德是老小三的？是谁说要闹到他们公司去的？不都是你吗？现在出事了就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那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我要是不跟着他，能知道他在外面找野男人吗？能知道他偷偷转移财产吗？找野男人，转移财产？现在你还说这种话，人家明明就是帮方静之打分居官司的，要不是你自己疑神疑鬼，能有今天的事儿吗？你也别吵了！要不是你刚才非要提出那么离谱的赔偿要求，顾总能这么生气吗？你就是个惹祸精！我惹祸精？苏永成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这么做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能给你多要点钱，让你以后日子过得好一点。现在出事儿了，你们父子俩就一起怪我，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你瞎了眼，我才瞎了眼呢！当初我就不该娶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，还惹是生非。你说谁败家娘们儿？我嫁给你这么久，你给我买过什么？彩礼是方静之出的，房子是方静之的，就连我们平时的生活费都是方静之给的，我花你什么钱了？你好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寻衅滋事，故意损坏个人财产，请问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就是他们3个当众辱骂我的家人，敲诈勒索，还砸坏了我的车，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。证据链很完整，你们3个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同志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已经知道错了，求你们放了我们吧。误会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上千名网友作证，有什么话回派出所再说。妈，你快跟同志说说，这都是误会啊！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坐牢啊！配合点，手伸出来。别碰我，我不去，我没有犯法。老实点，再不配合，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了。同志，别给他戴手铐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儿。我们跟你们走，一定配合。孩子，他都30多岁了，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40年了，这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松动了。周大哥，顾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来找周怀咨询离婚的事儿，也不会连累你们被他们污蔑，还砸坏了您的车。我真的很抱歉。方阿姨，您别这么说。这根本不是您的错，是他们太过分了。您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您没有任何问题。是啊，静之，我们都不怪你。当年要不是你在公司帮我，我早就被开除了。这点小事儿算不了什么。方阿姨，您放心吧，砸车的事儿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有的法律责任都由苏永成一个人承担。至于分居官司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帮您争取到您应有的权益。这么多天了，
所有人都在骂我老糊涂、任性，甚至说我抛夫弃子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这边，愿意听我的委屈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喂，赵雅。静之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出差回来，听小区里的人说你跟老苏闹分居，还闹到派出所去了。我没事儿，赵雅，就是一点小事儿，已经解决了。没事就好。对了，还有个事要告诉你，你那盆被老苏扔掉的桂花，被我老公给捡回来了。我看它根还没坏，就给它浇了点水，用塑料布把根部包起来了。现在花就在楼梯间呢，你要是还舍不得，就赶紧回来把它搬走，别占了大家的公摊啊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，那是我的命啊！好，我这就回去。谢谢你，赵雅。他还没死，他还在，我以为他已经烂在垃圾桶里了。别哭了，静之，桂花找回来，这天大的好事，说明他跟您缘分还没断。是好事。顾总、周大哥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！我现在得赶紧回老房子一趟，我不放心。方阿姨，我送您去吧，顺路。不，太麻烦了，我自己打个车。不麻烦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正好在路上，我再跟您对一下分居协议的后续流程，咱们得争分夺秒。方阿姨，您别担心，证据我们已经握得死死的了。尤其是刚才苏永成砸车的那段录屏，足以在财产分割上让对方处于极大的劣势。我只要那套属于我的房子，还有我那半辈子攒下的血汗钱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一分也不想跟那家人纠缠。法律会给您一个公道的，您现在只要稳住心态，等开庭的消息就行。苏维谦、苏永成，你们把我最后一点母子情分都磨光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我没保护好你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静之，快起来，这花命硬着呢。我老公捡回来的时候还没断气儿，只要根在，挪个地方重新栽上，明年肯定还能开得满屋子香。赵雅，真的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们两口子，我这辈子都没法原谅我自己。谢什么呀？咱们几十年的街坊，老苏那人，哎，不说他了。走，你一个人肯定搬不动，我帮你一起把他挪到你住的小旅馆去。40多年前，他还只是园林局苗圃里最瘦弱的一棵小苗。我把他带回家，一点点把他拉扯大。后来他生意失败了，家里的桂花香就成了他眼里最刺眼的罪。为了求一个和睦，我把他搬到了角落，可他还是不放过。药粉还有刚才买的新土，帮我拿一下。还好，根大部分都是活的。你看你，一看到这盆花，整个人神采都不一样了。他陪了我40多年，就像我的孩子。老苏总说他没用，可如果真的没了他，我才真的是什么都没了。放心吧，他命大，等分居官司打完，你找个带院子的房子，把它移到地里，它能长得比你人都高。对，以后我们要住进有院子的家，再也没有人敢拔掉它。方阿姨，苏家3人的行政拘留决定已经下来了，现在进去谈事是谈协议的最佳时机。这40年，总该有个了断。静之，静之，你终于来了！快救救我们！快让顾总放我们出去！我在这里待不下去了。妈，你跟顾总说情了吗？他什么时候下令放人？妈，你说话呀！顾总到底是怎么说的？以前他们哪怕皱个眉我都会心疼，现在看着他们这个样子，我只觉得这探视室的栅栏擦得不够干净。方阿姨，可以开始了。我今天来不是来救你们的，我是来跟苏维谦谈分居的事。分居？方静之，你还要跟我分居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竟然还想着分居？你……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分居？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。这40年，我受够了。受够了？我跟你结婚40年，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现在说受够了？方静之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？
这40年，你没有出去工作过一天，家里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，永成的学费、生活费全是我在学校代课加班挣出来的。你每天在家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，还要我伺候你的一日三餐，动不动就骂我是老废物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付出了什么？静之，我知道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整天在家无所事事，不该骂你，不该毁了你的桂花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就看在我们夫妻40年的情分上，看在永成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等我出去之后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家里的钱都交给你管，你想怎么养花就怎么养花，我再也不干涉你了。我还会帮你浇水施肥，帮你照顾你的桂花，我每天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，给你洗衣服，打扫卫生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我们都60岁了，还能有几个40年啊？就这么凑合着过吧，别闹分居了，让人笑话。这些话他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每次吵完架，他都能把自己说得像个圣人。我居然被这些废话骗了40年。还有静之，我有高血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里的伙食太差了，我每天都吃不好睡不好，血压一直很高，头也晕得厉害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出事的，你就忍心看着我死在这里吗？静之，求求你了，跟顾总说说情，放我们出去吧。只要你放我们出去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就算是分居，我也答应你。妈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。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无限度的纵容你。纵容？我什么时候让你纵容我了？我只是让你帮我这一次而已，就这一次。只要你帮我出去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我好好孝顺你还不行吗？你别不识好歹。说过了，我帮不了你，这是你自己闯的祸，你应该自己承担后果。承担后果？我承担了后果，我的工作就没了，我的人生就毁了。方静之，你就这么希望我毁了吗？你的人生会不会毁，取决于你自己，而不是我。如果你能吸取教训，以后脚踏实地，你的人生还有希望。但如果你还是不知悔改，就算我这次帮了你，你以后还是会闯更大的祸。我不用你教训我，我就问你最后一句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不帮。好，好得很。方静之，你别后悔。你要是不帮我，以后我就再也不认你了。等你老了，你就一个人孤独终老吧。随便你，你要是想断绝关系，我没意见，反正这些年你也没给我尽过什么孝心，有没有你这个儿子对我来说都一样。你，静之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可是你儿子啊，你就真的不管他了吗？周律师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静之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坐牢吗？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是你们自己闯的祸，与我无关。怎么会与你无关？要不是你非要分居，要不是你去找周明德，能发生这些事吗？方静之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苏先生，请你注意言辞。方阿姨提出分居，是因为你长期对她进行精神虐待，还毁掉了她的个人财产。她没有任何过错。我没有虐待她，我只是跟她拌了几句嘴，扔了一盆破花而已。至于闹到分居吗？破花，那是我养了40年的桂花，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爱好。在你眼里，它只是一盆破花；在我眼里，它比我的命还重要。想要我跟顾总说情，和解你们殴打和污蔑的民事纠纷，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。签了这份分居协议，房子和存款我们一人一半。你说什么？另外，永成结婚时借的30万彩礼是我跟亲戚借的，这些年一直是我在还。以后这笔债务与我无关，由你们自己承担。什么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房子怎么能一人一半？那是我们家的房子，而且家里根本没有存款，所有的钱都给永成两口子花了。有没有存款，法院一查就知道。房子是我年轻时公司分配的，本来就有我的一半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没得商量。签我就帮你们和解，不签你们就继续待在这里，等着法院判决。静之，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？房子留给我和永成，我们总不能睡大街吧？要不这样，存款我1分都不要，全给你，只要你把房子留给儿子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不行，房子必须一人一半。我拿到属于我的那半房款后，会自己买个小房子住，余生不会再跟你们有任何瓜葛。那你拿到钱就不管我们了？永成还没转正，工资那么低，小芳又怀着孕，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呀？小芳怀没怀孕还不一定呢，而且你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有手有脚，应该自己养活自己。
我养了你们40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你怎么这么说？我是你丈夫，永成是你亲儿子，你不管我们，谁管我们？我说过了，一人一半，没得商量。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。如果你还是不签，那我就直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到时候不仅要强制离婚，你们砸车、污蔑、敲诈的事儿也会一并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到底是要房子还是要坐牢，你自己选。方静之，你回来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夫妻40年啊！3天后我再来找你，希望你能想清楚。方阿姨，您别担心，就算他不签，我们也能打赢官司。根据目前证据，大概率会偏向受害方，且财产分割会偏向受害方。我只是不想再跟那家人纠缠下去了，早点离婚，我也好早点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个死老太婆真是越来越狠心了，竟然要跟我分房子，分房子就是要我的命！爸，别骂了，现在骂他有什么用？还是赶紧想想怎么办吧。还能怎么办？他非要分房子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真的让他去起诉吧？到时候我们不仅要离婚，还要坐牢，那也不能把房子分他一半啊！房子卖了最多也就50万，一人一半就是25万，咱们拿25万，还要赔顾总的修车费，还要还那30万的彩礼债，最后1分钱都剩不下，咱们住哪儿？喝西北风去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你想在这里待一辈子？苏永成，你别忘了，再过2个月你就要转正了。要是留下案底，你这辈子咱们苏家的面子全完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能坐牢，不能丢工作。爸，你赶紧签字，先出去再说。大不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钱要回来。要回来？怎么要回来？那是离婚协议，是有法律效力的。到时候他把钱一拿走躲起来，咱们找谁要去？那你想怎么样？难道你想让我在这里坐牢，让我的前途泡汤吗？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要是不签字，我就不认你这个爸了。你这个爸，我觉得永成说的对，先出去再说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出去了，有的是办法对付方静之。她一个快进棺材的老太太，还能斗得过我们3个成年人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爸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赶紧签字啊！你想让我们全家都死在这里吗？方静之，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不是我做的绝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如果你没有当众毁了我的桂花，骂我是老废物；如果永成没有把我当成提款机；如果小芳没有一次次敲诈我，我绝不会走到这一步。快签啊！周怀，麻烦你联系顾总办理和解手续吧。好的，方阿姨。分居又怎样？老太婆心软，出去了有的是办法，继续从她身上捞钱。方阿姨，顾总那边已经同意和解，民警很快就会过来给他们办理释放手续。那我们走吧。方静之，你够狠！我苏维谦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。是你自己栽在自己手里的，与我无关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爸，别冲动，我们刚出来，要是再进去，就真的彻底完了。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我的肚子好疼啊，肯定是在里面吃不好睡不好，动了胎气了。爸，永成，赶紧送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小芳，你慢点，千万别乱动。检查什么？哪儿那么娇气？赶紧回家！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小芳怀的可是苏家的孙子，要是出事了，你负责吗？负责？房子马上要卖，钱要分那个老太婆一半，还要赔修车费。咱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吗？原来结束的时候连一丝留恋都没有，只有解脱。方阿姨，恭喜您，终于彻底摆脱他们了。是啊，终于摆脱了，以后我就可以安安心心照顾我的桂花了。您放心，分居冷静期一过，您就正式自由了。谢谢你，周怀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真的熬不过这一关。我会处理好后续所有财产分割，绝不让他们占您一点便宜。喂，什么事儿？今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，办理分居登记申请。方静之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我昨天刚出来，你就不能让我歇2天？不能，早办早完事儿。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牵扯。如果你今天不去，我就让周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。到时候苏永成砸车的事儿，顾总会继续追究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是在通知你，9点迟到1分钟，我就直接去法院。
爸，一大早吵什么呢？还能是谁？方静之那个老女人，非要我9点就要到民政局，去就去呗，协议都签了，早点办完，咱们也好早点把房子卖了分钱。你懂什么？办了登记还有30天冷静期呢，这30天里，只要我反悔，这分居就分不成。爸，你的意思是咱们可以反悔？当然，就是要拖着他，让他着急。还是爸你聪明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，先把名报上，冷静期里再跟他谈条件。等他急得没办法了，自然会求着我把房子全部留给我们。填好表格，确认双方自愿。30天后，你们双方亲自来领。注意，30天内任何一方撤回申请，或者到期后一方没到场，都视为撤回分居登记申请。再等30天，我就彻底自由了。喂，王主任。苏永成，关于你寻衅滋事、损坏个人财产的事儿，调查结果出来了。好的，王主任，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公司说什么了？王主任让我过去拿结果，爸，我会不会被开除啊？别瞎说，咱们都和解了，最多是个警告，放心，没事的。苏永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上热搜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负面影响？王主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？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鉴于你行为恶劣，严重损害公司形象，经研究决定，给予你开除处分，并将此行为记入个人档案。开除？王主任，我马上就要转正了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！这是公司的最终决定，收拾东西，走人吧。方静之，你这个老太婆，你害得我丢了工作，我的人生全毁了。都是那个狠心的女人害的。要不是她非要闹分居，你能被顾总盯上；要不是她不肯出面保你，公司能开除你。恨死他！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可是他亲儿子。爸，给我500块钱，我想去买些孕妇奶粉和钙片，不然宝宝会营养不良的。又要钱？昨天不是刚给了你300吗？家里的钱都快被你花光了。这300块早就花完了，孕妇奶粉贵，一罐就要300多，我这都是为了你们苏家的孙子。要是宝宝生下来不健康，你负责吗？负责？我拿什么负责？永成现在没工作，马上还要赔那20多万修车费，咱们都快喝西北风了，你就不能省着点花？我怀着孩子，你们就该养着我，舍不得花钱，当初就别让我怀孕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爸，你就给她吧，毕竟她怀着孕呢。2个多月了，一点孕吐都没有，肚子也完全没动静。小芳，你说你怀孕了，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？检查过了，就在小区门口诊所，医生说有了。哼，诊所哪靠谱？这样，今天我带你去正规医院做个验血，顺便看看宝宝健不健康。不用了，诊所检查得很清楚，我身体好，宝宝也健康，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。不行，必须去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万一有问题，后悔都来不及。走。没有怀孕，你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你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你一直在骗我们。你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说自己怀孕了，骗我们的钱花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让你们对我好一点。对你好一点？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嫁到我们家，没做过一顿饭，没洗过一件衣服，每天就知道花钱。永成的工资不够你花，就花我的，花方静之的。现在你还骗我们说怀孕了，骗我们的营养费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没有骗你们的钱，那些钱我都花在自己身上了，又没有给别人。再说了，我是苏家的儿媳妇儿，花你们的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，我们苏家可养不起你这样的儿媳妇儿。从今天起，你给我滚出这个家，再也不要回来。永成，你快帮我说说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怎么能骗我们呢？我爸说的对，我们家养不起你，你走吧。苏永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竟然要赶我走？我们可是夫妻啊！夫妻？你骗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夫妻？我现在工作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正好我也不想跟你过了，你赶紧收拾东西滚蛋。好，苏永成，你有种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，你就是个没本事的窝囊废！
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这个扫把星终于走了，以后家里终于能清静点了。小旅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房间太小，通风也不利于桂花生长，而且每天的房费也是笔不小的开销。得找个带院子的房子，不仅能好好养这盆桂花，还能种点别的花草。可看来看去，不是价格太贵，就是没有院子。静之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郊区有个小院子要出租。真的吗？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，一间正房，一间偏房，还有块空地可以种花。关键是价格，1个月才1000块钱。太好了，赵雅，什么时候可以去看看房子？我已经跟亲戚说好了，明天上午我们一起过去。那个地方环境特别好，安静，适合你养花。谢谢你，赵雅，真是太麻烦你了，总让你操心我的事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邻居，我也希望你能早点过上好日子。桂花啊，桂花，我们马上就要有新家了，到时候给你找个阳光最好的地方，让你长得高高的，开好多好多花。你看这里的环境多好啊，比市区安静多了，空气也好，在这里养花肯定长得特别好。这里的空气确实比城里透亮。小雅来了，快请进。王奶奶，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方静之方阿姨，她最爱摆弄花草，想租您的院子，快进来瞧瞧，院子我都拾掇干净了。这块地真好，阳光也足，最适合种桂花。正房是卧室，朝南的，光线好；偏房是厨卫，虽然简单，但家电管线都是通的。我带你们去屋里看看。王奶奶，这地方我太满意了。孩子们都在城里，非接我去住，但我舍不得这院子空着。找个爱花的人，我也放心这院里的月季有人疼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里收拾得漂漂亮亮的，一根杂草都不会让它长。那就好，房租就按小雅说的，1000块1个月，半年一付，你看行吗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签。静之啊，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我没骗你吧？是不是特别好？太好了！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了，以后我就可以在这里安安心心守着我的桂花过日子了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等你搬过来，我经常来看你，顺便跟你学学养花的本事。好啊，欢迎你随时来。静之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，就这些东西，没什么大件儿。那盆桂花小心点，别碰坏了，那是静之的命根子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，保证一根叶子都掉不了。这里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点，现在我终于要去属于我自己的家了。方阿姨，这盆桂花种在哪里？我帮你挖坑。就种在这里吧，这里阳光最充足，通风也好，最适合它。静之，你真厉害，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儿收拾得这么漂亮，真有家的样子。是啊，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以后我每天都可以在这里养花、喝茶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再也不用听那些糟心的骂声了。真好，静之，这才是真正的退休生活啊，自由自在的。40年的枷锁，终于在这个夜晚彻底消失了。静之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吧。我以后再也不骂你了，也不干涉你养花了，家里的钱都交给你管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好不好？苏维谦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冷静期一过就正式离婚，别再打电话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们都60岁了，还有几天活头，
就这么凑合过吧，一个人多孤单啊！我不孤单，我有桂花陪着，过得很好。静之，喂，静之，小赵，你肯定知道方静之搬哪儿去了吧？告诉我，我求你了。老苏，静之说了不想见你，我哪能告诉你啊？你自己反省去吧。他怎么就能这么狠心，连电话都不接了？爸，你别再折腾了。方静之铁了心要离你，再怎么求也没用，还是赶紧把房子卖了，拿到钱赔给顾领导吧。卖房子，你就知道卖房子，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？你以为我想卖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让我去坐牢吧？顾总那边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要是再不赔钱，他就要起诉我了。永成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工作没了可以再找，你整天在家喝酒算怎么回事？找工作，哪个公司会要一个有案底的研究生？我寒窗苦读10几年全毁了，都怪方希之，要不是他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？怪他也没用。你赶紧出去找份活，先养活自己再说。我不去，我一个研究生去干体力活，太丢人了。研究生就不用吃饭了，家里快喝西北风了。你不去工作，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吗？你是我爸，你养我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这辈子真是白养你了。大爷，您这岁数还是回家歇着吧，我们要壮劳力。你还在喝？我在外面累死累活搬砖，一天才100块，你却在家喝酒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摔我酒干什么？要不是你没用，保不住家里的房子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？我没用，我要是没用，你能读完研究生吗？读完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没房子住。苏先生，您之前砸坏的那辆车，根据核算，您需要赔付22万8千元。多少？22万8千？你们抢钱啊？不就是砸了个后视镜吗？先生，那是公司老总专用车，所有配件进口定制，指定点维修，这已是最低费用。1个星期内不交钱，我们将依法起诉。爸，刚打电话的谁啊？顾总那边的，修车费22万8，1星期内交齐，不然你要坐牢。22万8，他们这是讹人！兄弟，永成这事儿你看能不能拉一把？喂，老张，借2万，我一定还。爸，怎么办？再过2天就到期了，1分钱都没借到，难道我真的要去坐牢吗？没办法了，明天就把房子挂出去。可是方静之还要分走1半，就算便宜点也要尽快卖出去，分完钱剩下的全都填进去，不然你真的要坐牢了。冷静期到了，今天上午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知道了。40年的委屈和不甘，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静之，你真的从来没有后悔过吗？从来没有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会这样选择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盆桂花吗？我和永生在你心里真的连一盆花都不如。不是因为桂花，是因为尊严。这40年，我在你面前从来没有过尊严。你把我当保姆，当提款机，从来没有尊重过我。我受够了。老房子地段好，50万成交，扣除税费还剩48万，2位一人24万。这辈子第一次拿这么多钱，
可我的房子彻底没了。修车费22.8万，刷好了。剩下的1.2万我还债都不够。今天才挣了几十块，累死了。唉，要是你妈还在，别提那个绝情的女人。等夏天葡萄爬满了架，这里就能遮阴了。静之，你现在的日子过得真好啊，我都想退休了。退休了就来这儿租个院子，咱们做邻居。真的？那咱们可一言为定。哇，静之，你把这院子拾掇得太漂亮了，简直像个小花园。还行吧，每天也没别的事儿，养养花，种种菜。日子过得倒是快，这才是真正的退休生活啊！我每天上班累个半死，真想现在就退休，跟你一样过这种神仙日子。我的邻居阿姨60岁离婚，在郊区租了个小院子养花种菜，活成了我羡慕的样子。这也太幸福了吧！阿姨好有气质。天哪，真火了！喂，赵雅。静之，你火了，你彻底火了。火了？什么火了？我昨天拍你那个视频爆了，有50多万人点赞呢，大家都羡慕死你的生活了，还有几万排队问你怎么养花。真的吗？我还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呢。当然是真的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，给你看看那些评论。静之，你快看，手机都快炸了，全是夸你的。原来我这种普普通通的退休生活，真的能让大家觉得温暖。这位阿姨看着好眼熟啊，是不是方静之老师？她年轻时培育的天香台阁桂花盆景拿过金奖呢。天香台阁金奖？静之，你看这个网友发出来的照片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没人记得我种过那些花了。静之，你真的是那个拿过金奖的桂花专家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在那家人的冷嘲热讽里，这些早就不值钱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怎么没意思？这是多么骄傲的事儿！你看评论区，大家都把你当成专业大神了。方老师，我家桂花老是掉叶子，求指教。方阿姨，桂花什么时候施肥最好？急。这些问题其实只要注意排水和光照就能解决。静之，你看看这些想学养花的孩子，他们是真的需要你。赵雅，你说我要不要开个直播，专门教教大家怎么养桂花？当然要！静之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帮你。这么多人想跟你学养花，你开直播肯定会火的，而且还能赚点零花钱，多好啊！可是我不会用手机直播啊，我连抖抖都不太会用，更别说直播了。而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万一冷场了怎么办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教你啊。直播很简单的，就是打开手机，对着你的桂花，跟大家聊聊天，分享一下你的养花经验就行，不用紧张，就像平时跟我聊天一样。方阿姨，我觉得赵雅说的对，您开直播肯定会受欢迎的。您有40多年的养花经验，又是当年的金奖得主，这是别人比不了的优势。而且开直播不仅能和喜欢养花的人交流，还能增加一点收入。您现在虽然有养老金，但多一点收入，日子也能过得更宽裕一些。以后还可以扩建院子，多种一些桂花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啊。我教你，我平时也经常看直播，知道怎么操作。我帮您注册账号，教您怎么开直播，怎么跟网友互动。您放心，很简单的，一学就会。是啊，方阿姨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到时候我和周怀都来给你捧场，当你的第一批粉丝。好，那我就试试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。先帮您注册账号，然后给您的账号起个名字，名字就叫静之的桂花小院吧。这个名字好，既好听又符合您的风格。方静之，你要为自己活一次。方阿姨，
别紧张，就像平时跟我们聊天一样，我已经设置好了，点击这个红色的按钮就能开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静之，今天第一次开直播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桂花的培育经验。大家看，这就是我养了40多年的桂花。之前它被人连根拔起，受了重伤，现在总算恢复了。桂花浇水不能太勤，要见干见湿，等土壤表面干透了再浇，浇就要浇透。如果盆里一直湿漉漉的，根部肯定会腐烂。桂花喜欢疏松、微酸性的土，我建议用腐叶土、原土和河沙按照4:3:3的比例混合，这样透气又养分充足。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想听我说话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会教大家桂花的修剪技巧。有什么问题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谢谢大家。太棒了，静之，第一次直播就破万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您讲的特别好，非常专业，我相信您的粉丝会爆发式增长的。谢谢你们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肯定不敢开直播。你养花这么多年，遇到过特别难的事吗？当然有。有一年，我的桂花得了叶斑病，叶子掉得没剩几片。当时我急得整宿睡不着，去图书馆翻烂了资料，又去磨了好几个老专家。这病主要是通风不好、湿度太大引起的，平时得让花透气。要是真病了，先把病叶剪干净，再喷多菌灵溶液，每隔7天喷一次，连着3次，基本就能救回来。静之，你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大网红了，我同事都管我要你的签名呢。喂，赵雅，什么大网红？我就是个闲不住的养花老太太，你可别谦虚。昨天还有个全国连锁的花卉公司找上我，想请你去做他们的品牌代言人，给的代言费这个数。代言人？我不行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怎么不行？你是金奖得手，又是专业出身，人家看中的就是你的口碑。还是算了吧。我开直播是想分享经验，认识些爱花的朋友，不是为了圈钱。我现在这样，每天看着桂花长新芽，心里就挺踏实。行，知道你淡泊名利，我帮你回绝了。哪天改主意了再跟我说。苏永成，你怎么回事？闯红灯撞车不说，汤全洒了，还超时半小时。这个月你已经被投诉5次了。那是红灯时间太长，我怕赶不上。别人都能赶上，就你不行。我告诉你，再有一次投诉，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。我们这儿不养大爷。又来了。什么破工作，累死累活赚不了几个子儿，还要受这帮孙子的气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谁让你闯红灯的？要是你小心点，能发生这种事儿吗？我不闯红灯能行吗？超时扣钱，差评扣50，我一天能挣几个50？那你就不能早点出门？我看你就是懒，每天睡到中午才起，你能不超时吗？我懒，我再懒也比你强。你在工地搬1天砖才赚100块，还不够我研究生时候的1顿饭钱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反过来嫌弃我没本事？我真是白养你了，白养就白养，我现在真后悔生在这个家。要是方静之不跟你离婚，咱们家至于卖房子吗？我能变外卖员吗？都是方静之那个死老太婆的错，她既然有本事认识公司老总，为什么不拉我一把？她心怎么那么狠？行了，别抱怨了，明天好好上班，别再被投诉了，不然咱们真的要喝西北风了。谁呀？敲什么敲？永成，是我，小芳。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永成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骗你，不该跟你吵架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现在可没钱养你。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容易，我也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，我就是想你了。
得了吧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。说吧，这次回来有什么目的？永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是真心想跟你和好的。不过我最近听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妈方静之现在成大网红了，她在抖抖上开直播教别人养花，有50多万粉丝呢。凭什么？我天天骑个破电驴风吹日晒，一个月才挣几千，她坐在院子里聊聊天就能赚好几万，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。她赚再多钱跟我们也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她是你亲妈啊，她的钱不就是你的钱？她现在那么有钱，随便给我们一点就够我们花好久了。听说她每次直播打赏礼物刷个不停，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。她现在可是有钱人了。可是他之前那么狠心，肯定不会给的。那可不一定，我们可以去装装可怜，她要是不心软，我们就开直播让网友们评评理。她现在是大网红，最在乎名声，只要我们闹大了，她肯定不敢不管我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们重新在一起，一起去找方静之要钱。这病主要是通风不好，湿度太大引起，平时得让花透气。你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，不就是会养个破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不是他狠心离婚卷走家里的钱，他能过上这种神仙日子？就是这个死老太婆自己享清福，不管我们死活。我们现在住这种狗窝，她住花园，太不公平了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存心显摆给咱们看。我真是越看越生气。那些钱，那些名气，本来都应该是我的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不是想当网红吗？我们就毁了他的名声，让他这辈子也别想直播赚钱。怎么毁？我们也开直播，在镜头前哭，说他抛夫弃子，说他为了盆破花就踹了结婚40年的老伴儿，还不管你的死活。网友们能信吗？咱们是他的至亲，只要装得够可怜，网友肯定站在咱们这边。到时候他名声臭了，咱们还能蹭他的热度，自己当网红捞钱，这样就不用低声下气的去找他要钱了。这个主意好，就这么办。我这次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对，得让他知道抛弃家人的下场。方静之，你等着吧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家人们，救救我们吧！实在是没有活路了，才来这里惊扰大家。我婆婆方静之，就是现在那个大红人静之的桂花小院，她太狠心了，她骗走家里所有的钱，不管我们的死活啊！哭得再惨点，礼物才会多。我妈为了一盆破花，就跟我爸闹离婚。她卷走家里几十万的存款，在郊区租院子享清福。我被公司开除了，现在只能去送外卖。我爸60多岁了，还要去工地搬砖挣饭钱。他每天喝茶养花，一个月赚好几万，却连亲儿子的命都不管。我跟他过了40年啊，这辈子挣的每一分钱都交到了他手里。谁知道临老了，他竟然为了一个老男人和一盆花，要把我们父子俩往死里逼啊！我真是瞎了眼才娶了她。真的假的？那个养花阿姨太过分了，简直是蛇蝎心肠！这种人怎么能活？是儿子讨回公道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就是要让所有人看清方静之的真面目。她根本不是什么温柔的阿姨，她就是一个自私自利、抛夫弃子的恶魔。她现在的那些钱都是用我们家的血汗钱换来的，那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的。我要求她公开道歉，把钱还给我们。太好了，只要这把火烧得够旺，方静之就彻底毁了。那些钱早晚要回到我手里。抛夫弃子的女人不配当网红，赶紧！你儿子都快饿死了，你还有心情养花，真是铁石心肠。静之，网上的评论你看了吗？苏永成和刘小芳那对烂人太不要脸了，竟然敢这么污蔑你！我看到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么说。房子卖了的钱，我只拿了应得的一半，这40年我付出了多少，他们心里没数吗？清者自清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已经给周怀打电话了，他马上到，咱们必须反击。方阿姨，您别难过，苏家人的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诽谤，是违法犯罪。起诉他们会不会太严重了？毕竟是……方阿姨，一点都不严重，他们的行为已经给您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，如果不追究，这种吸血鬼只会越咬越深。就是对待这种人，必须用法律这把刀切了他们的贪念。好，我听你们的，我该怎么做？
我们现在就开始收集证据。第一，苏永成砸坏公务车被拘留的证据；第二，房产交易的银行流水证明您只拿了一半房款；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，还有之前的小区监控录像。苏永成和刘小芳撒谎成性，这些证据足以撕烂他们的嘴。咱们开直播，不吵架，只摆证据。我要让全网看看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人。方静之，你还有脸开播？赶紧给儿子道歉，抛夫弃子，我们要公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静之。今天不养花，只澄清关于我的谣言。苏永成和刘小芳说我卷钱享福，不顾家人死活，这些话字字虚假。你个老废物，买这些没用的破东西！这盆花我养了40多年，退休那天，他当众毁了我的心血，这才是分居的起因。这是方阿姨30年的流水，苏永成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学费、彩礼30万，全由方阿姨承担，而他自己每天仅有20块钱。他们不仅敲诈，还诽谤。苏永成损坏财产被拘留开除，这才是他们落魄的真相。我操，大反转！这儿子儿媳也太毒了！支持方阿姨这种吸血鬼，全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他们在撒谎。我没有抛夫弃子，也没有卷钱逃跑，我只是拿回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养了他们40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的天，原来是这样！苏家也太过分了吧！方阿姨太可怜了，养了40年的白眼狼。苏卫谦软饭硬吃40年，还毁了阿姨的爱好，太恶心了。苏永成真是个妈宝男，花了妈妈一辈子的钱，还反过来污蔑。不是这样的，家人们，你们听我说，他在撒谎，这些证据都是方静之那个死老太婆伪造的。你们别信他的话，方静之就是个狠心的女人，她根本不管亲儿子的死活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方静之那个死老太婆竟然敢阴我们！都怪你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现在好了，我们不仅没赚到钱，还成了全网的笑柄。怪我？当初是谁点头同意的？是谁说要让方静之身败名裂的？现在出事了就把责任推给我，苏永成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打死你这个扫把星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永成，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呐？还能怎么办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骗子了，我们完了。你就是那个在网上污蔑自己亲妈的白眼狼吧？您的外卖请签收。滚！这种人送的东西谁敢吃？万一你在里面下毒怎么办？苏永成，我们站点容不下你这种人，你被开除了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站长，那是个误会。没什么误会，你的名声已经臭了，没人愿意用。你们已经欠了2个月房租了，什么时候交？房东大哥，再宽限我们几天，等我们找到工作，马上就交。已经宽限你们1个月了。我告诉你们，3天之内不交钱，我就把你们的东西扔出去，让你们滚蛋。现在怎么办？1分钱都没有，难道我们真的要睡大街吗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出那些馊主意，我能丢工作吗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要不是方静之那个老太婆不给钱，我们能落到这一步吗？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弄点钱交房租。滚！没钱交租就滚远点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我以前从来没受过这种罪。都怪我，是我没用，没本事让你们过好日子。都是方静之的错，都是他害的我们，我一定要找他算账。这种复合肥一次不能下太多，要离根部远一点，避免烧根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那3个无赖找上门来了，快报警！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开直播污蔑你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静之，看在夫妻40年的份上，看在永成是你亲儿子的份上，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懂事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，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妈，我们被房东赶出来了，连个遮雨的地方都没有，也没钱吃饭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给我们点钱租个房，找份工，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做人。是啊，静之，我们都老了，还是一家人和睦睦的过日子不好吗？我不会给你们钱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养了你们40年，已经仁至义尽。
方静之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街头吗？我没有让你们饿死街头，你们有手有脚，完全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。以前我养着你们是我的责任，现在你们都成年了，应该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负责？我们怎么负责？我们现在名声都臭了，满大街都是认出我们的人，根本没有人愿意雇我们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发那些视频把我们名声搞臭了，我们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名声搞臭的，与我无关。如果你们没有开直播污蔑我，网友们也不会骂你们。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咎由自取。咎由自取？要不是你非要分居，非要跟我们作对，我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方静之，你太狠心了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，不怕遭报应。倒是你们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。你别走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钱，不然我们就不走了。放开我！你们再这样闹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你报啊！让警察来评评理，看看哪有当妈的不管自己儿子死活的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钱，我们就死在你面前。对，你要是不给我们钱，我们就天天来这里闹，让你没法直播，没法过日子。太不要脸了，竟然还敢威胁方阿姨！这简直是明抢啊！方阿姨，赶紧报警！这种白眼狼死不足惜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当初非要开什么破直播污蔑他，我们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现在好了，他连1分钱都不肯给我们了。苏永成，你凭什么推我？当初要不是你点头，我能开直播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就全怪到我头上了。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就怪你怎么了？你就是个扫把星。自从你嫁进苏家，我们家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先是假怀孕骗钱，然后又开直播污蔑人，现在害得我们连个狗窝都没得住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这种货色。你瞎了眼，我才瞎了眼。我嫁给你这么久，你给过我什么？彩礼是你妈出的，房子是你妈的，就连平时的生活费都是你妈给的。我跟着你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你现在竟然还有脸怪我？够了，你们别吵了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翻旧账？赶紧想办法让方静之给我们钱啊！要不是你这个当爹的没用，赚不到钱，我们能落到这一步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一辈子靠女人养活，还有脸教训我们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掉进你们苏家这个坑。你说什么？我打死你这个不孝的儿媳妇！喂，医院吗？这里有人受了重伤，你们快过来！还有，麻烦帮我转一下警察，这里发生了意外。警察同志，这是院子里的监控录像，记录了全过程。伤势过重，后脑碎裂，抢救无效。苏永成，刘小芳已确定死亡，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被告人苏永成因过失导致他人死亡，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。鉴于被告人有自首情节，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家没了，全完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现在生活很好，花也长得很好。静之，看你现在的气色，真是越来越年轻了。是啊，现在心里踏实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静之。秋天到了，院子里的桂花终于开了，特别香。大家快看，像不像落了一场金色的雨？是啊，只要根还在，总能开出最香的花。静之，这还没进村口呢，我就闻到你家这股香味儿了。是啊，真香，难怪你这辈子都舍不下这株桂花。快坐，都快坐。我刚泡好了今年头一茬的桂花茶，就等你们呢。好茶，在这一坐，感觉这一辈子的浮躁都散了。方阿姨，看着您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舒心，我也为您感到高兴。是啊，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为别人活的，现在我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以前的那些事儿，都像这些落花一样过去了。
你寄来的信我收到了。妈，等我出去，我一定好好做人。我想学门手艺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再也不啃老了。那你在里面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。我等你出来。妈，你还肯认我这个儿子吗？桂花今年开得特别好，我留了一瓶干桂花，等你出来泡给你喝。方阿姨，苏永成在里面的表现很好，还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，估计能减刑1年。谢谢您，麻烦了。永成变了，是真的变了，也许这才是那场劫难留给我们唯一的好事。大爷，您醒了，您在街上晕倒了，是救助站把您送来的。我们查了您的身份信息，您是苏维谦，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我们可以帮您联系。没人了。静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老苏他进医院了，然后呢，听说是救助站送去的，营养不良，加上长期劳累，身体垮了。医院说需要人照顾，可他没人管。40年的夫妻，说没有一点情分是假的，可那些伤害也是真的。赵雅，帮我打听一下他在哪个医院，我想想。好。方阿姨，你恨你前夫和你儿子吗？说不恨那是假的。那盆桂花被拔掉的时候，我恨得牙痒痒。但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恨一个人其实是在折磨自己。我用了大半辈子明白一个道理，家人之间最怕的不是吵架，是不沟通。我们家里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好好说话，才走到了那一步。那您会原谅他们吗？原谅不是说把过去的事儿当没发生，原谅是放下心里的那个疙瘩，让自己轻松地往前走。至于他们，路要自己走，错要自己改。所以我想跟直播间的年轻朋友们说，趁家人还在，多沟通，多体谅，别等到失去了才后悔。再等等吧，等我想清楚该怎么面对他。今天咱们请来了方静之方老师，他是咱们市的养花专家，也是网上很火的博主。更难得的是，方老师愿意跟大家分享他的人生经历，帮助大家处理家庭矛盾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不是什么专家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就是个普通老太太，也走过弯路，也吃过亏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60岁，我学会了说不。方老师，您太不容易了。不容易是真的，但走出来之后，我发现日子其实可以过得很轻松，也要学会爱自己，跟家人好好说话。方老师，我儿子也啃老，我该怎么办？第一步，先把家里的账算清楚，让他知道家里的钱怎么来的，花在哪里。第二步，慢慢减少对他的经济支持，让他自己出去闯。心软是害，不是爱。可我怕他不认我这个妈。如果他因为你不再给钱就不认你，那这样的儿子认不认又有什么分别？真正的亲情不是建立在钱上的。这些话如果20年前有人跟我说，也许我不会走到那一步。但好在现在说出来还不算晚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说了等你出来泡给你喝的，给。妈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走吧，先回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。回哪儿？回我的院子。偏房我收拾出来了，你先住着。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许好吃懒做，得出去找工作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妈，
这房子比我以前住的好多了。这是给你买的，换上。记住，这是暂时的，等你攒够了钱，自己租房住。我明白，妈，我已经在看招聘信息了。小苏，每天接这么多单，休息休息吧。没事，这样的生活才充实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妈，这是我的工资，您帮我存着吧，我怕自己乱花。行，但你也要学会自己管钱，不能一辈子靠别人。我知道，妈，我想攒钱去学个电工证，以后找个稳定点的工作。如果20年前他能有这样的觉悟，也许这个家不会散。但好在现在也不晚。庆之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看看你。救助站说你快不行了，我总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。我对不起你，这些年是我毁了这个家。永成也来了。儿子，爸没本事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别说了，你好好养病。我现在有工作了，能养活自己了。妈，我爸他还能撑多久？医生说好好养着还能有几年，但需要人照顾。妈，我想把我爸接到城里来，租个小房子照顾他。你自己决定，但你记住，不能为了照顾他把自己搭进去。我知道，我会量力而行。各位邻居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个周末我都会在这里免费教大家养花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随时可以来问我。方老师不收1分钱，就是为了让咱们社区的环境更美，邻里关系更和睦。方老师，我家那盆君子兰总烂根咋办啊？君子兰怕积水，您回去把盆底垫一层陶粒，浇水别太勤，半个月一次就够了。方阿姨，我能加您微信吗？我婆婆特别喜欢养花，我想学好了回去教她。当然可以，孝顺老人是好事，你加我吧。奶奶，您就是那个在手机里教大家种花的奶奶吗？是呀，你奶奶也看我的视频吗？我奶奶说你是个好心人。好心人，这3个字比什么金奖都让我高兴。来，咱们静静支一杯，恭喜她被评为市里10大最美志愿者。别，我就教了几个人养花，算什么志愿者？方阿姨，您别谦虚，您不仅教大家养花，还帮社区调解了好几起家庭矛盾，大家都念您的好。妈，我考过电工证了，现在在物业公司上班，工资涨了不少。好，这就对了，做人啊要靠自己。妈，我想去看看刘小芳的家人，给他们道个歉。毕竟她是因为我……应该去，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一条命，你去道歉是应该的。但记住，你改了，不是为了别人原谅你，是为了自己对得起良心。我明白。人这一辈子，谁还没犯过糊涂？但只要能回头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今天是我公益养花课的第30期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愿意免费教大家，我想说，因为我这一辈子从养花这件事里学会了耐心，学会了放下，也学会了重新开始。花和人一样，有时候受了伤，只要根还在，好好养，总能重新活过来。你妈变了，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。爸，不是她变了，是你以前从来没好好看过她。静之，你现在这日子过得比谁都敞亮，敞亮谈不上，但心里踏实。方阿姨，您这个公益课堂要不要扩大规模？我可以帮您对接资源。不用，我就想守着这个小院子，教教愿意学的人。太大了，我怕心累。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放弃我，也谢谢你还愿意让我爸在这个院子里待着。他是你爸，你想照顾他，我不拦着。
但我和他之间早就翻篇了。我以前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那盆桂花被拔了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盆花被拔掉的那天，也是我重生的那天。大家好，我是方静之，今天不讲课，就想跟大家聊聊天。有朋友问我恨不恨前夫，恨不恨儿子？说实话，恨过，但恨不能解决问题。今天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家人之间有矛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沟通、不体谅。做子女的，别把父母的付出当理所应当；做父母的，也要学会适当放手，别把自己熬没了。不是什么导师，就是个普通老太太。我只是想更多人知道，不管日子多难，只要肯回头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只要根还在，总能开出最香的花。